怎么了？也要起来做操了吗？乔绿，你这是被老婆扫地出门啦？算是吧。快捷酒店也是有住宿功能的，你非要抠门到睡会议室的话，能不能睡地上？这桌上的东西搬来搬去的，我还得收拾。在派出所睡板睡惯了，真要让我睡软垫吧，还真有点不适应。哎，张正来了吗？哦，主任说他在办公室等你。我们有点饿了，我给你买点儿。就这个方便面吗？这个吧，我给你泡，5分钟就好。你得让我跟你说多少遍才能记住？每天下班之后，早上上班之前把人都收拾好。顾盼不收拾，你也不收拾。还有这些文件，我是不是应该先敲个门？没事没事。大早上那么大火气，一个个不让人省心。说正事儿啊，我接到通知，律协勒令我停止执业，现在我的执业证被扣了，恐怕一时半会儿呢也转不了所。咱们所里是打算对我怎么安排？少廷，你看你这也没少遭罪，出来了呢，就好好休息休息，放松放松，换换脑子。一呢，是把家里的事安顿安顿；二，是好好准备准备听证会的材料，咱把这些糟心事儿都了了，好不好？那不行，一码归一码啊，因为我的个人失误导致所里头承受了这么大的经济损失，应该是由我来负责的呀。我联系了海港支队，他们说我的银行账户呢这周之内就会解封，但是问题来了，我这卡里头呢只有170多万，还不够赔所里的。这样吧，剩下的钱所里全出了。前提呢？前提是我不再去惹那些不该惹的人或事儿，是这意思吗？就当我花钱买个安生，200万。我的膝盖可能不值那么多钱，但是张主任您想要的安生，200万不多。行，当我不懂事了，人情做了一半，200万就200万，爽快。你不会真的觉得，只要我不强出头，邝北平就不会针对你，或者咱们所吧？你不会真的觉得我怕那老头吧？你不是也说了吗？我是为了你。先生啊，你这么摊一堆，很影响别人使用啊。你们这的人怎么都怪怪的呀？怪什么怪？聊完赶紧走。听顾范说，你昨天睡会议室了。我都不知道你昨天出来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他们说你已经走了。到底怎么情况？黄伯了婚这案子是你办的吧？是我办的，当令的卷，辩护词还附在里面，回头你可以自己看。你不觉得这案子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知道，被害人朱红的尸体没有找到，但是王婆和雷小坤对为了追讨债务绑架朱红的事实供认不讳，对把朱红锁进铁笼子的事实供认不讳，对把铁笼子踹下落差30米的山崖供认不讳，对这个铁笼子坠入关亭湾供认不讳。海港支队第2天在离案发地3公里的入海口处捞到了这个笼子，虽然笼子门是被撞开了，但是在笼子里找到的衣物碎片
经朱红的爱人年秋辨认，是属于被害人的。王博、雷小坤驾乘车辆后备箱里找到了头发和皮肤组织的 DNA， 也是朱红的。再加上其他的目击证言，绑架朱红地点的监控录像，证据链是完整的。说到底，还是缺被害人的尸体。拜托，案发已经5个多月了，分局和市局会同各方专家已经研讨过很多次，京港众院为这个案子开会都开扯了去了。朱红在铁笼子里是被捆绑的，即便他有水下呼吸的超能力，以当时关亭湾的水深、流速、水温，任何一个条件都让他不可能活过半个小时。笼子上的锁，经勘验是笼体变形几段的，不是砸开的，也不是撬开的。朱红不是胡定尼，他的尸体最大的可能性是被卷进了海里，也许有一天会随着潮汐飘回岸边，也许不会。胡定尼是谁？不管他是谁，都不影响被害人的死亡推定。没有尸体。无人机扔2颗地狱火弹头下去，也找不到恐怖分子的尸体，好吗？不是一回事儿。这当然不是一回事儿。你跟我一样清楚，这案子我办的没问题。你是在质疑我顶替了你的合伙人位置，还占了你的办公室吧？你当这是我怀疑？哎，这位女士啊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这是男厕所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刚才不是尿过了吗？哎，你这说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有上厕所的权利，我爱尿几次尿几次，你管得着吗？啊，邓律师，我要告他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误会会。这是我一个单位的同事，发生点争执，只不过是场合不对。拿着东西走吧。请便。主任，您出去啊？哎，东子，什么事儿，主任？我听说乔尔廷的徒弟顶替他做合伙人了。我也听说了。哎，他那个徒弟叫什么来着？宏图。在我印象当中，他还是整天跟着乔少廷用后面唯诺的小姑娘。您这都哪年的事儿了？人家现在早就是叱咤风云、独当一面的洪律师了。我出来了啊！哎，你说咱俩大老爷们儿又是同行，你这非搞得跟那什么似的。那老爷子的手段你我都见识过，谨慎点没坏处。你找少廷谈过了？你这是谈妥了还是没谈妥？我没太明白他的意思。我现在啊，也是拿他没招了。之前带的那徒弟挺他吗？你说宏图啊？啊，那他是不是只能去找韩松河的儿子了？或者说，修真？哎，这么说吧，一个是大腿，一个是大白腿，换你报哪个？证据你不是第一天才看到，车辆没年检怎么了？去告保险公司啊，把现在交通事故的案子停下来。可是如果我们拖延这个审判程序，葛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这笔赔偿费用，他家的经济状况实在无法支撑。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我在跟你强调的是这个职业的操守，只要不涉及违法犯罪问题，我们就应当无条件、穷尽手段来维护客户的权益。当我没说啊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哎，东子，你说我跟少廷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啊？跟你一样啊，都是为了兄弟。嗯，为了兄弟。明约阁餐饮集团在全国有70多家连锁店，自我还是实际运势的时候，咱们所
就是他们的常年法律顾问。这样一个大客户，凭什么近10年如一日的信任这里？是因为我们翟姓人厚？是因为能力？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在任何事情上为他们提供最强大的法律技术支持？这不是区区几10万的事儿，甚至不是一个集团客户的事儿，这是事务所的声誉问题。如果你想当一个圣母婊，这案子你不用办了。而且我非常愿意看到你坐在葛平家属那头，和我对挺。知道了，黄律师，我现在就去办。别忘了出购公司那边的事儿，催了好几天了，马上处理一下。怎么了，乔律？王博、雷小坤那案子的卷给我。谢了。乔律，你知道规矩的。非合伙人的律师想要调阅案卷，填一下书面申请和保密协议，找主任签的字。我这刚从张正屋里出来，你还站在这干嘛？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出去了。你都别逗了啊，我就过一眼。乔律师，麻烦你出门左转走10米，只要大领导点头，案卷你拿走。关门。乔律师。洪律师就这样，有时候说话冲。你是去舒购公司吗？啊，舒购公司的电商团队有突发状况，需要去做个观察研讨。舒购公司是咱们所的常年客户，我以前老跟他们打交道，我跟你一块去吗？哦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处理。我不忙，也许能帮到你呢。找我有事儿啊？主任，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让我晋升合伙人？这话从何说起呢？现在乔律一回来，就在质疑我办的案子。啊，你说王博、雷小坤那案子？哎呀，他不是这案子折进去的吗？能理解。你看，这案子查的没问题，诉的没问题，审的没问题，你办的没问题，最后判的也没问题，那你就让他看呗，反正对结果也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。实质性影响。昨天是不是肖律师去看守所接的他？吃醋了？肖律师来咱们所办过好几件案子，从没出过问题。昨天跟乔律打了个照面，下午去开庭就给我整出幺蛾子。哦，你说芈月阁那个案子，那案子可能有点什么吧？再说少廷也不一定就跟这事儿有关系。我现在已经是合伙人了，你应该相信一个合伙人的判断。别说你是合伙人，就算有一天你坐在我的位置上，你也别忘了，你也还是少廷带出来的徒弟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跟乔律也都是邝北平的徒弟。我爸还在医院等着挂专家号，先走了。你们电视购物的环节呢，是终端客户向你们下单，你们把订单呢发给商品厂家，厂家直接发货给终端客户，货到付款。现在呢，出现了多起有人先于厂家发货，把一些假冒伪劣的商品发给终端客户，并且接收货款的情况。这种情形
很像诈骗。我建议你们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。收购本身还好办，但是收购背后是全球3大零售企业之一的 Marico， 任何下属分公司或者子公司的负面事件，都可能引发股价的波动。所以我们想先进行内部调查。为什么你会觉得是他？如果你核对一下订单泄露的状况，列个时间表的话，你会发现3个组的订单都在其中。但是3个主管当中，只有朱琪经常加班。用他的话说，他经常愿意用自己的时间去帮助那些还在试用期的业务员。您上周就应该开始休产假了吧？我这个组啊，有一半的业务员都是刚从培训部转过来的。如果说我不盯着他们，错一单，那他们试用期就到了。可是总得去生孩子呀。嗨，能盯一天是一天吧。现在这个竞争这么激烈，这就业的形势也不太好。我还是想他们能够拿到正式的合同。3个业务组的订单是互通的吗？业务员的电脑上只显示给他派送的订单，我们各个组的主管的电脑上是可以在同一个系统里看到所有的订单。3个主管的电脑，业务员能看到吗？系统集成单据的页面是不可以让业务员看的。如果说我们离开工位，那电脑肯定是要锁屏的。这个规定真的是这样执行的吗？锁屏，肯定锁屏。别看我来的时间没他们2个长，但我这人做事情是最讲规则的。我是从国企出来的，你得按规矩来。要是出了问题，一旦查出你违反了规则，那你以前做出再好的成果都没用。所以你知道最近出现了多起订单被解的情况吗？肯定知道啊，3个业务组都有啊。这个情况也是我们3个商量好之后跟领导反映的呀。你认为订单是怎么泄露出去的？就说3选1，那这个嫌疑范围也太小了呀，这太冒险了。我觉得可以查一下公司的网络系统，我们的系统可能被黑了。如果让你说啊，你觉得杜腾和朱琪谁的嫌疑更大？这你让我怎么说呢？又没有证据，总不可能随便咬人吧？别人可不一定这么想。反正我是没法说这件事情一定是谁干的。哎，你知不知道，朱姐肚子里的孩子不一定是她丈夫的？你真这么认为？这是我们能给出的最佳答案了。其实你早就知道，对吧？要不要再斟酌一下？我要去向刘总汇报了。肖律师，朱琪应该是无辜的。我并不能决定谁有罪谁无辜。刘总现在问的是有什么疑点，我只能把有疑点的地方告诉他。如果他们觉得有问题的话，自然会向公安机关报案，警察会找出谁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。可你一旦说他是最大的嫌疑，那整个公司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会用看待罪犯的眼光去看待他。她是孕妇，不会被辞退的。我这样做并不会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。你明明知道不是朱琪，真的不是他。对。朱琪在加班的时候是有另外2组的订单泄露，她加班的时候一般也不会开电脑，她电脑登录登出的时间也是有记录的。我不该说是朱琪有嫌疑，我更应该说是3名主管在合伙的吃里扒外。或者像杜腾说的那样，有某个超级黑客摆着存有巨款的金融账户不去碰，偏偏黑进一个电购系统来，然后再精挑细选的截取几10万的订单。所有泄露的订单时间段都直接指向了朱琪在岗或者加班的时间，这很明显是。这很明显是刘总有意为之，他就是希望我们给出一个这样的答案，然后他拿着这个答案去向董事长或董事会呈报，而公司呢，无法开除朱琪。乔律师。你我都是律师，但您比我有资本，您可以任性，可以承受所谓正义带给您的任何结果，而我不行。
苏购是咱们所的重要客户，而刘瑞刘总是咱们的客户代表，我不可能去跟他说，你为什么要贼喊捉贼？你误会了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帮你。我没有让你帮我啊。对不起。乔律师，您是不是想教导我如何成为一名好律师？有些方向是个人选择的，我教不了你。教授，处方的事您就别再担心了。再说您和严老先生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再拿药直接让他家属来就行，或者您直接给我打电话。东西都带齐了吧？黄图，黄图，怎么样，王雷？现在还不确定能不能取得上号，我先去处理点事儿，我再求求领导。啊，谢谢你了。没事。揉揉腿。再等等。办公区域。哎，南哥，我就不记得有哪个活是不急的。金港怎么样啊？你是不是也开始向往巡回法庭的工作了？你可知道这儿的巡回法庭管了4个省的案子，我们那帮同事一个个不是过劳肥就是过劳瘦，我这外来户算是全庭最轻松的一个了。马上就不轻松了，有复案件，王博、李小坤故意杀害朱红的案子，你知道吧？知道啊，不都上新闻了吗？那不就是金港的案子吗？但听说没有找到被害人的尸体。金港中院把这个案子证据链锤了不下100遍了，判死刑了？判了，而且2名被告都没有上诉。那就是也认判决结果呗。但是这缺少尸体的定罪，哎，我记得之前业务学习咱们是不是看过一个类似的国外的案例？你说的应该是理查德·克拉夫斯杀妻案，不过国内也有同样的判法。我记得是个80年代的案子，也是没有找到尸体。那个案子最后还是找到了被害人的指甲和牙齿碎片，还有一些毛发以及骨头碎片的 DNA 证据。那这个案子现在没有任何法医学证据吗？一言难尽啊！你赶紧回来看卷吧。我这工作没结束呢，你要实在不行，我先进系统里看吧。你是第一次做复核啊，死刑卷是不能进系统的。那你干脆把卷带来金港呗，反正你要过来提讯被告人不正好。乔守庭，实在不行的话，你就把整卷都背下来。我知道你记忆力超赞的。哎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那个我开玩笑呢，我忙完就回去啊。不用了。啊？我去金港找你。北平啊。你这么忙，这种小事就别亲自陪我来了。我不该来，你更不该来。拿药这种事儿，让你闺女来不就行了吗？严秋得带孩子，她现在一个人挺不容易的。早年间也没什么事儿，估计就是岁数大了，天一潮就犯毛病。没事。哦，对了，害死我女婿那2个，什么时候执行死刑啊？老哥，全在我心上。先让司机送你回去，我还有点事儿。
我还以为一言不合就把你扔在这儿，自己开车走了。我没那么幼稚，观点不一样很正常嘛。那更何况你说的也没错。对不起，刚才是我态度不好。会锁里吗？上车。您是那种什么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有良心的律师。首先，我的证被扣了，我现在不是律师。至于良心那玩意儿，人人都有。我不知道目前在你的语境当中，良心算不算种讽刺？不是讽刺，我只是觉得在这两个案子里，相比较律师的职业性，您好像更倾向于某种个人的价值评判。要看你对律师的职业性是个什么概念了。我的理解可能很浅薄，就是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，最大限度地维护客户权益。不浅薄，你说的没错。但是，啊？我在等您下边要说的。哦，没有但是。宏图，哎，今天实在是加不上号了。我刚跟领导提这事儿，就被数落一顿。没事没事，今天麻烦你了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也没帮上忙。146号红岸旗到5号专家门诊，其146号是你爸？是。到5号专家门诊。要不赶紧先进去看吧。行，我们先进去，回头给你打电话。好好好，走吗？把东西都拿好。谢谢你啊，没关系。那就拜托你，不是麻烦你。爸，你这也太见外了。是侯先生吧？是。谢谢您，大夫。没事。妈，你先进去。走吧。啊，我来了。没事。这人上了岁数啊，腰椎难免出问题。我已经跟这医生打了招呼了，以后啊，有什么事儿就直接找他就行。汪主任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知道，你不会平白无故帮我。需要我做什么？我需要你做什么？我需要你什么都不做，可以吗？是不是只要我不帮他，什么都不做，你就能让我随时都有父亲来看病？这是你的孝心，和我有什么相干？我去办点别的事儿，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联系。谢谢您。我有个问题想要问您。问。如何才能做好律师？你是想做好律师呢，还是做好律师？前者靠努力，后者靠天性。哪个更重要？都重要。二者发生冲突呢？看取舍。还算一见如故呢，够专情的呀，也没换换。习惯这股香气了，味儿正，性价比高，适合我。你好，麻烦再来一瓶。曹律，你可是近海远洋捕捞行里的头夫，摆了。我大概是惹了什么不该惹的人了。有什么事儿跟兄弟说。谢谢。还真有个事儿，我有个同学啊，在这事儿上把命给搭进去了。
我想让你帮我找点东西，都在里边了。先喝点儿。还有个事儿呢，我不太好意思说。嗨，不好意思4个字你都说出来，还有什么不好意思？说。我想借点钱。你什么意思？就是那种小额借贷，你懂的。洪律师，收购公司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。刘总说电购团队可能有内鬼，我和他们团队的3个主管都已经聊过了。谁的嫌疑比较大？刘总的嫌疑比较大。这个结果是需要你向刘总直接呈报的吧？我和刘总汇报。不用告诉我。你处理好了吗？那就不用告诉我具体细节。明月阁的诉讼材料准备好了吗？这是起诉全安保险公司的起诉状和证据目录，您过目一下。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就带上授权委托书去明月阁一并盖章了。其他的手续也别落下。法人和企业资质的信息一定不能出错。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都已经准备好了，相关信息也在天眼查上核对过了。洪律师，到我办公室来的。在这儿等我。26万，你过过？不用，一哥介绍的朋友，我信得过。你这车压不压就这么回事儿，还得是人经营面子大。谁说我脸大呀？那我就再大点儿，这利息再降降，10个点，就这么定。我跟你说，乔律师可是大人物，保不齐你哪天马高凳爪，求得着人家，知道吗？喝了。就当交个朋友，我跟这哥们儿也算一见如故。走了，不送。谢了。这10个点也不少，你到时候要真是还不上，跟我说，我再想办法。你都为我搭上那么大一人情了，你放心，能还上。哎，玉，这么就出去了？不是，人家要劫你色，我倒不担心，就把这钱要是抢了，我叫个出租车。歇了，别嫌次。手动挡会开吧？特别烧机油，勤加着点。谢了。东西先放这儿吧。明月阁的案子，原告撤诉了。啊？怎么会？明月阁的吴总和对方在庭外和解了，具体的赔款数额还不清楚。但既然对方撤诉，说明赔款已经落实了。至于诉不诉保险公司，吴总打算先和保险公司协商一下理赔事宜，不用现在就搞。那这个案子结案了，定卷吧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出去了。
肖律师，你刚才显得有点过于惊讶了。我就是希望葛平能够尽快拿到剩余的赔付，不要再在法律和文字的游戏当中去耽误救治。过关，干了！不行，我干不了。葛平的那个姓孙的代理律师可谨慎了，就跟我有什么阴谋似的。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提我的名字吧？但是那个孙律师走的时候提到你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他替葛平谢谢我，还有他让我替他转达对肖律师的谢意。他还说没有人知道你做过什么，但是他知道，他会记得。什么情况啊？对了，那什么，你稍等啊。25万，剩下的175万，等到我银行账户解封之后，我立马转给你。来。哎，你说我想花钱买个太平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不难。哎呀，还是你膝下有金山啊！哎，你让宏图把那个王博、雷小坤案的案卷给我。哎，闽月阁这案子私下和解了，你知道了吧？据说对方律师不知道怎么就突然开窍了，以阻塞消防通道、湿滑地面没有安置警示牌、私自规划。允许机动车在酒店门口人行区域里行驶，以及原告葛平在春节期间被强制要求20多个小时在工作岗位，要向交管部门还有劳动局举报。这吴总啊，就害怕闽月阁被封门，也就答应私下和解了，赔40多万。那吴总也别嫌肉疼，你问问他，给他40万，撞他个8级伤残。他自己乐不乐意啊？哎，这个结果还真不算糟糕，但我就是有一点没想明白，你说这庭都开了，怎么对方律师就能想出从这个角度来逼迫闽月阁和解呢？都是律师，谁也别装傻。烟呀！啊？你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我戒烟了，哎，为什么？你进看守所，我进医院，这儿支个架。本来呢，都推到手术室门口了，又推出来了。怎么了？人认为你没治了？就是甲状腺出问题了，他们说是被气的。哎，行了，不说这个。我这也要去跟吴总一块儿吃饭，商量一下后面保险公司赔偿的事儿。你跟我一块儿去吧。我不去了，不吃当事人的饭，你知道的。我知道，我买单行不行啊？那也不去。不过啊，可以适当的让这个吴总买单，他活该。行。哎，你这刚回来，怎么就非得跟宏图过不去呢？没有啊，我就是想看一下王博、雷小坤的案子呀。嘿，人家可是觉得你在针对他。他的案子办得没问题，就不怕我针对啊？是，可这案子啊，从头我都盯着呢，宏图办的没毛病。再说他不是你教出来的吗？他你都不信啊？改改吧。什么呀？
大写的言不由衷。少廷，真的算了吧，咱们已经扳倒过邝北平一次了，以后肯定还有机会。但是啊，绝不是现在这个案子，这个案子你陷得太深。在我被公安机关羁押的时候，你并没有想过为我做些什么。一方面呢，你相信我不会杀人，对不对？对，谢谢你。另一方面呢，是你更加的相信我，一旦出来之后，会继续咬着这个案子不放。邝北平他想搞死我，虽然我跟他认怂了，但他还是会搞死我。被关这么多天，这只是个开始。暂停职业资格，就只是道开胃菜。我不知道他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罢休。听我的，只要你罢休了，他就罢休了。怎么可能呢？你忘了？当初我们一起把他搞下台，他有多恨我，他就有多恨你。为什么现在他对我格外青睐呢？那是因为他相信，他也相信你和唐初相信的，即便是我在他面前跪下了，他也认为我不会变。现在你明白了，爱我的人，恨我的人，甚至我瞧不起的人，还有共事的人，所有人，他们都相信我，乔少廷不会变。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曾经跪下过，那不是做做样子，是彻彻底底的跪下过。成年人谁没跪过？我每天给所有人跪。去你妈的所有人！去你妈的乔少廷！去吃饭吧，别迟到了。